风急天高猿啸哀。什么？焚天之怒竟然被这悲秋之意给死死克制住了！喜欢玩火，我让你连灰都剩不下！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无尽长江滚滚来！哦，老祖救我！好，打得漂亮！不愧是王家大少，那句虎威震山林简直绝了！无聊。小姐息怒，这青城毕竟是小地方，能入你眼的才俊自然不多。哼，若不是父亲非要搞什么比武招亲，本小姐才不屑坐在这里。一群连三品诗词都念不出的草包，也妄想娶我，做梦！哟，这不是李大善人吗？李大善人今年快30了吧？如今连一句诗都憋不出来，你可真是我青城最大的笑话。怎么，30岁的老光棍今天也跑来贪图城主千金的美色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只是路过凑个热闹。路过，大人物在台下看多憋屈，兄弟送你上去看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还有哪位才君愿上台指教？若再无人挑战，今日这比武招亲的胜者便是王公子了。有挑战者！一个毫无灵气的凡人，居然敢上生死擂，活腻了吧？混账东西！你区区一介凡人，也配与本少爷同台？误会，王少爷是误会，我是被人推上来的，我这就下。上了这擂台，哪有直接下去的道理？横刃刮骨破！真废物！这废物果然连半招都接不住。把他拖下去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正在办公室改院子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居然还活着！行，命挺硬。本少爷今天心情好，就大发慈悲，再赏你半句战诗，送你上路。狂风卷落叶，一刀两断绝！给我拼！死到临头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让你停，是因为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你管刚才那玩意儿叫诗？狂风卷落叶，俗不可言。这5个字里毫无意境可言，全是大白话。你告诉我，狂风除了卷落叶还能卷什么？卷你大爷吗？你闭嘴！还有下半句，一刀两断绝。你当时在菜市场切猪肉吗？对战呢？押韵呢？修辞呢？就这种狗屁不通的顺口溜，你也好意思念出来？我要把你千刀万剐，受死吧！既然你这么喜欢诗词，今天我就免费教教你，什么才叫真正的诗词。十步杀一人。这是什么威压？千里不留行。落。不，饶命啊，前辈！这是1品战诗，或者是传说中的绝唱。李凡是吧？算你运气好。交出你手里掌握的那句残诗，本小姐可以给你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。没兴趣，不买保险，不办健身卡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本小姐是说，你可以做我的赘婿，能娶到本小姐，是你10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现在把你那句诗的完整秘籍交出来吧。这位大妈，你出门是把脑子落家了？你叫我什么？叫你大妈都算尊老爱幼了。就你这副德行，长得再好看也就是个花瓶，还10辈子的福分。放肆！别给脸不要脸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把那句诗给我送出来！是谁惹雪儿妹妹生气了？萧大哥，这贱民辱骂我。
妹妹别气，交给我。小子，你很狂啊！一个30岁还没开窍的废物，靠着捡来的半具残尸，就敢在青城撒野？好狗不挡道，让开，我要回家睡觉了。找死！上，给我废了他！是，少爷。铁拳碎巨石，恶虎扑燎考。完了，阿大可是以力量著称的童生，这2具尸虽然粗糙，但加持的力量极其恐怖。这李坟虽然有绝唱在手，但他个凡人，连续施展精神力，肯定早就枯竭了。铁拳碎巨石，恶虎扑羔羊，这都什么牛鬼蛇神？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记住了，这才叫协警，这才叫气势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千古绝对，这是足以传世的千古绝对啊！这等意境，老朽生平未见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李凡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本少承认，你手里的存货不错，但诗词再好，你也不过是个没有灵力支撑的凡人肉体。刚才那2下，已经把你的精神力抽尽了吧？我看你现在连站着都费劲，被我说中了吧？今天本少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天才！雷霆万钧破苍穹，狂风怒号卷蛟龙。给我死！结束了。雷霆万钧，配狂风怒号。词汇量匮乏，就去多翻翻词典，强行押韵最为致命。老师没教过你，小孩子不要玩电吗？九州生气，势风雷。我懂了，我终于懂了，你根本没有修为，你只是掌握了几句绝世战诗，以你这凡人的肉身强行引动天地共鸣，现在已经被反噬的五脏俱裂了吧？原来如此，借来的力量终究不属于自己，强行使用只会引火烧身。李凡，你已经是个废人了！锋刃、火球、灵锥，给我打！你不是很能说吗？不行，要是再引动一次天地异象，我这具身体肯定先解体了。既然言出法随的本质是能量具现化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改变能量的释放方式？我把能量内敛，给自己上物理 buff。李凡，受死！楚霸王，借你神力一用。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一身转战3000里。我什么我？上课不专心，活该挨揍！一剑曾当100万师。杀人太粗鲁了，不符合平台，不符合文明社会的价值观，废你灵根，就当是没收你的作案工具了，不用谢。李公子，请留步。雪儿愿下嫁与公子，结为道侣。城主府的一切资源，公子皆可取用。不知公子不是，大姐，我刚才说的话，你是用脚后跟听的吗？娶你，我怕折寿。李凡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
我城主府底蕴深厚，我父亲更是举人境的大儒，你就算实力古怪，难道还能对抗整个倾城？拿你爹压我？是谁废了我二灵根？半步大路径是赵无极。打了小的来老的，套路真没出息。小子，拿命来！大风起兮云飞扬。堂堂赵家家主欺负一个没有修为的年轻人，还要不要脸了？大儒之上，你是半圣。小子，你刚才那几句诗有点意思。意境之高，老夫生平仅见。我看你骨骼清奇，虽无灵根，却能引动天地共鸣，是个修师道的好苗子。老夫破个例，收你做关门弟子，保你在这师道大路横着走。收我为徒？老夫知道，你区区一个凡人，听到半圣的名后，难免会心惊肉颤。放心。老夫不嫌弃你，只要你……等等，打住！既然是双向选择，那咱们就得走个面试流程。你想当我的老师，可以，我先考考你。你要考老夫？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！老夫纵横天下几十年，还第一次有人敢考我的诗词底蕴。说吧，你想考什么绝句？不考绝句。考基本功，听好了，请背诵全文《滕王阁序》。滕？什么阁？什么序？这是何方大能留下的战诗？老夫为何从未听过？没听过？行，换一个，背一下《春江花月夜》，这个总该会吧？春江压什么糖？这都不会？那《将进酒》呢？离骚呢？赤壁赋你总能背出2句吧？你说的这些，老夫闻所未闻。这世间哪有这些古怪的名字？一问三不知，酒漏鱼。就你这点可怜的文化底蕴，也敢大言不惭地收我为徒？老头，不是我狂，就你脑子里那点存练，还想教我？赶紧回去多翻翻字典吧。放肆！李凡，你敢对前辈如此无礼，简直是找死！前辈息怒，这废物就是个失心疯，雪儿这就叫人将他拿下，任凭前辈处置。你闭嘴！大人说话，小丫头插什么嘴？你举手了吗？少子，你刚才说的那些，当真是存在的诗词？废话，要不然我现编啊！行了，咱们就别互相耽误了，下课。你站住！杀了我儿，你还想走？赵兄，且慢。擂台比武，生死各安天命。既然天霸技不如人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放他走。滕王阁序，将进酒，妙啊！老夫倒要看看你脑子里还装了多少宝贝。装逼一时爽，转身火葬场啊！刚才赵无极要是真的拍下来，我连半句诗都念不出来了。必须得系统化的总结一下了。首先是这个世界的设定，这个世界的法则，认可诗词的意境。诗词就是代码，天地灵气就是服务器。问题在于，原主这具身体是个没有权限的黑客。我强行输入代码，服务器虽然响应了，但我的硬件承受不住庞大的数据流反噬。在身体素质提升到一定境界之前，绝对不能再轻易使用将进酒、侠客行这种毁天灭地的法术，否则敌人没死，我先自爆了。其次，战斗逻辑，既然外放法术容易伤己，那就改走物理流，利用垓下阁的力拔山兮气盖世，
或者辛弃疾的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，将灵气内敛于体表，强化肌肉组织、骨骼密度和神经反射。别人修仙靠吐纳，我修仙靠给自己贴标签。结论2：战术核心高防高敏，近战平 A， 辅助低耗蓝的绝句作为控制和补刀。理论有了，接下来就是实践。这里可是玄幻世界，不会飞还修什么仙？先是飞，扶摇而上9万里。我大意了，这牛皮吹得太大了，这是要给我送出大气层啊！得降落，赶紧换代码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不对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活下来了，这就对了嘛！御剑乘风来，除魔天地间，哇，太爽了！接下来测测破坏力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一世银河落9天。这威力堪比战术导弹啊！我操！有人在底下斗法，这冲击波少说也是举人境了吧？轻功水上漂，凌波微步，燕子超水。呸！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林清寒，别跑了！我南宫家出动数位长老才把你抓回来，你竟打伤我族老祖，强行逃回。南宫诀，你这畜生！我林家虽落魄，但我林清寒就算自报文心，也绝不让你这种人渣碰我半根手指。自爆？你现在灵力枯竭，连自爆的资格都没有。今晚就在这荒郊野岭，生米就要煮成熟饭。我要让你这个清高自傲的林家天骄，在我面前求饶。春风得意抱美人，红罗帐暖玉生身。宽衣解带翻红浪，角除微微。这他妈什么下三滥的淫词艳曲，简直侮辱了诗词！停！放开那个女孩！你是什么东西？快跑！他是南宫家少主，半步举人，你一个凡人来凑什么热闹？快走！跑！既然看到了本少的好事，今天谁也别想走。一个不知死活的凡人蝼蚁，也敢管我南宫诀的闲事？我问你话呢？春风得意抱美人，红罗帐暖玉生温，这破词儿谁教你的？你敢教训我？本少这首《春宵吟》乃是南宫家花重金从一位风流才子那里求来的双修战诗，这等意境，岂是你这种泥腿子能懂的？双修战诗，风流才子，完了，没救了。平仄不调，风是平声，得是入声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傲居。读起来像嘴里含了块热豆腐，烫嘴。第二，意象低俗。好好的红罗帐，非要配个玉生温，用词之油腻，简直比地沟油还糊嗓子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？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咏物，什么叫真正的意境。蝼蚁，给我死！黑虎掏心碎筋肝，狂风落叶命归天。小心！10年磨一剑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被切断了。双刃未曾试。不可能！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事？这是
看好了，这才叫战士。今日把弑君，谁有不平事？这手贾岛的剑客用来做单体斩杀刚刚好，耗蓝低，无后坐力，环保又卫生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叫李凡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语文老师。你伤得很重啊，灵根受损，纹心震荡，再不止血，你大概率要领盒饭了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清寒无以为报。哎，别碰瓷啊！最烦你们这种动不动就晕的了。算你运气好，碰上我这个心软的。轻功水上漂。唉，战力、地图、宗门，两眼一抹黑啊！这大家族的天骄，做个新手指导 NPC 正合适。身上的剧痛竟然减轻了大半。醒了，醒了就把药喝了。这是？别乱动，那是我顺手拔灵草熬的药，赶紧喝了，补血的。怕我下毒啊，大姐？我要是想害你，刚才在树林里就成冰棍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多谢前辈救命和赐药之恩。停，别一口一个前辈。我叫李凡，今年不到30，可能还没你大，叫我李老师就行。李老师？对，老师，现在该你交作业了。交作业？就是情报交换。我救了你的命，作为报答，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。李老师，请问，清寒必定知无不言。第一，给我普及一下这个世界的战力等级，就是童生、秀才、举人后面的那些天花板到底是什么？世道大陆境界分为童生、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大儒、半圣、文圣。童生可引气入体，秀才可灵气外放凝聚法术，到了举人境，便可沟通一方天地，借用天地大势。大儒则能言出法随，一言断人生死。至于半圣，已经触及法则边缘，整个大陆明面上的半圣不超过一手之数，而文圣，那是传说中的境界，已经数千年未曾出现过了。传闻文圣一怒可伏尸100万，一尸可造化万物。大儒能言出法随，那我今天杀那个王天骄的时候，好像也触发了天地共鸣。难道我现在相当于大儒的攻击力？攻击力堪比半圣，但身板脆得像张纸，典型的玻璃大炮啊。第二个问题，既然修炼靠念诗，那诗词是从哪里来的？天地初开，大道显化为无数原始诗简散没世间，后人通过参悟这些诗简，或者观摩天地异象，偶然能创出新的战诗，但创作极难，一首一品战诗往往需要大儒耗费毕生心血才能写出，而传世的绝唱更是可遇不可求，所以高级诗词都被各大世家和圣贤书院垄断，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。创作极难，被世家垄断。最后，第3个问题，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？青城已经装不下你了，你需要去更高级的地方提升肉身，彻底解决你那开大招会炸馆的致命弱点。南宫爵死了，
他们绝对会发疯一样找我，跟着我，你会有无尽的麻烦。麻烦？有麻烦好啊！老师，我平生最喜欢干的事，就是专治各种不服。你带路。不管什么释迦老祖，还是什么书院大儒，他们要是敢来讲理，我就教他们做人；他们要是敢来动手，那我就教他们重新投胎。醒了啊，醒了就过来听课。李老师，这是何物？上古灵力运行阵法吗？阵法？肤浅。这叫文本结构与古典诗词鉴赏，是我们接下来的生存与战斗指导方针。文本结构？我昨晚复盘了一下你们这个世界的修炼体系，你们所谓的言出法随，确实能调动天地灵气，但你们的底层逻辑简直粗糙的令人发急。李老师的意思是，我们传承了数万年的师道走错了？不是走错了，是根本没入门。你们把诗词当成了宝库密码，只要字数凑够了，词槽堆得够华丽，就能砸出法术。这简直是对文学的亵渎！这种言论，若是在书院，定是异端。那在李老师看来，真正的诗词应该是何物？是世界，是情感，是岁月沉淀的意境。一首真正的好诗，要有起承转合，要有诗眼，要有能让天地万物产生共鸣的情。没有情，没有魂的词藻堆砌，就是一句空壳。比如那个南宫诀，满嘴淫词艳曲，毫无格局。他的诗就像是塑料做的假花，而我用的诗是扎根在历史长河里的参天大树。我不需要比他灵力强，我只需要用意境去碾压他。哼，他的塑料假花瞬间就会灰飞烟灭。没有灵根，不代表不能借用天地之力。只要掌握了文字真正的灵魂，我一样能言出法随。行了，理论课到此结束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去哪儿？去最大的城市。我要去搞钱，顺便找几本基础的功法，研究一下怎么强化我这具凡人肉身。中州圣贤书院，那里是天下学子的圣地，也是各方顶尖势力交汇之处。只是此去中州路途遥远，我们没有通关文婆，也没有盘缠。盘缠？你们这儿的硬通货是什么？灵石，下品、中品、上品，100下品换1中品。这种货币体系极其脆弱，灵石既然是消耗品，也是天然矿物，一旦某个大势力发现超级矿脉，大量灵石涌入市场，必然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底层修士永远被割韭菜。李老师，您怎么知道？近5年来，南宫家和赵家联手垄断了青城周边的灵矿，大肆开采，导致青城物价翻了10倍不止，普通散修连辟谷丹都买不起了。资本的痛病罢了，毫无新意。所以，在这个世界，真正的硬通货绝对不是灵石，而是知识产权。知识产权？就是诗词，一首没人听过的高阶战诗，卖给那些大世家，能换多少资源？把战诗当商品卖，简直离忧叹道。但这语气，竟听着很合理。走吧，林同学，跟着老师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清寒，您的未婚夫死了，南宫家会怎么反应？南宫家睚眦必报，南宫觉得命牌一碎，家族定会立刻派高层追杀。而且，他们家族有一门极其诡异的追踪秘术，名为寻系犬，哪怕隔着100里，也能闻到残留的灵力波动。这么说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追上来了。
李老师，你是说？不愧是能杀我南宫家少主的狂徒。南宫家三长老，南宫烈。李老师小心，他是真正的举人境中期，其实力比南宫诀强出10倍不止。举人境，看来是个大怪。林清寒，你这贱婢，竟敢联合外人谋害我南宫家少主！今日老夫定要重重惩罚于你，更要严惩这狂徒，以此告慰绝儿的在天之灵。又是严惩，又是狂徒，你们这些反派的词汇量是统一批发来的吗？就不能换点有创意的死法？比如让我死在知识的海洋里？死到临头，还敢油嘴滑舌？给老夫死来！赤野焚天火莲营，九幽殿狱化灰烬。是3阶极品火系战士，快退！赤炎焚天配九幽炼狱，意象重复，用力过猛。这种没有灵魂的词汇空壳，只要用更悲凉的真实意境去碰撞，它自己就会崩溃。李老师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急，清寒，看好了，今天老师教你应用第2课文本解戒。区凡人也敢妄图评价老夫，没礼貌。风急天高猿啸哀，凡师举于皇本如愿，城门。什么？焚天之怒竟然被这悲秋之意给死死克制住了！主清杀白，鸟发灰。不可能，这是什么级别的事？仅仅只是意境就被碾压了。喜欢玩火，我让你连灰都剩不下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无尽长江滚滚来。不，老祖救我！李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情绪波动有点大，下次不能这么玩了。这种千古悲歌太费神了，得赶紧去中州找点能强化肉身的基础功法练练，不然真成玻璃大炮了。愣着干什么？去摸尸啊！摸尸？废话，虽然人化成灰了，但储物袋、灵石什么的，总该有特殊材质留下来吧？我们去中州不要路费的吗？李老师，找到了，这是南宫烈的储物袋。怎么打开？南宫烈已死，神识印记消散了，我来吧。炼体功法，这是南宫家外门弟子修炼的基础断体诀，引灵气淬炼皮肉骨骼，虽然低级，但在市面上也值不少灵石。基础的好，基础的才好打地基。行了，资金和装备都有了。走吧，林同学，下一站中州圣贤书院。这都写的什么狗屁不通的东西？李老师，可是这功法残缺了。不是残缺，是作者的语文绝对没及格。你看这句，太阴和阳明是经络名词吧？
他用一个副龟，动线完全是断的。这要是照着练，不走火入魔才怪。这本烈阳断体在南宫家也是外门弟弟争破头的基础功法，几百年来无数人都是这么练的。怎么到了李老师嘴里，就成了语文不及格的残菜品了？那李老师打算如何修炼？哼。不看他这些故弄玄虚的行功路线，抛开现象看本质。这本功法的核心逻辑，就是用火属性或阳刚的意境，来刺激细胞，刺激血肉，达到强化皮膜骨骼的目的。正是如此，但您没有灵根，如何引动天地间的阳焰之气入体呢？很简单，我自己造一个烈阳。日照香菱生紫烟。呼，痛是真痛，但效果还行。李白的诗就是霸道，这下至少不用怕被小怪秒了。李老师的悟性，清寒生平未见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。前面那是哪儿？天风城。过了天风城，就算真正踏入中州地界了。此城是中州南部的门户，极为繁华，很多前往圣言书院求学的学子都会在此地歇脚交易。繁华好啊，繁华就意味着市场大。我们现在手里有多少钱？南宫烈那里搜刮来的，加上我之前剩下的一些，一共是480块项下品灵石，12块中品灵石。这点钱，在天风城能买什么？李老师。中州物价极高，天风城由于学子聚集，更是寸土寸金。一顿好点的灵膳，大约需要50块下品灵石。若是想在城内客栈住一晚，最差的柴房也要2块中品灵石。抢劫啊！按照这个购买力计算，青城周围的灵矿滥采果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，灵石的实际购买力被大幅度稀释了。我们这点钱，在中州连半个月都活不下去。是啊，所以很多寒门学子在中州只能露宿街头。那不行，我可是个要面子的人，怎么能睡大街？走，进城，老师带你去割中州的第一茬韭菜。好，钱少爷这句诗真是气吞山河啊！那是自然，本少为了写出这首《猛虎下山》，可是闭关了足足3天。吴掌柜，你给估个价吧，这首诗够不够换一张圣贤书院的旁听帖？猛虎下山一声吼，吓得百兽皆低头，张开血盆大口咬，骨头渣子都不留。妙，太妙了！钱少爷这首诗通俗易懂，杀气腾腾，尤其这最后一句骨头渣子都不留，将猛虎的凶残刻画得入木3分。评个3品战诗，换帖没问题。钱少爷威武，第一才子。谁？是谁在笑？你在笑本少爷？哪儿来的叫花子？文心阁也是你这种凡人能进来的地方？你干什么？别拿你的脏手碰钱少的墨宝！我笑，是因为我实在憋不住了。这就是你们天风城所谓的才子？这种3岁小孩的顺口溜，简直俗不可厌。放肆！来人，把他扔出去！慢着！好，很好。本少爷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说我的诗是垃圾。你是个凡人，本少爷不欺负你。你既然把我的诗贬得一文不值，那你今天要是写不出一首比我好的诗，我就把你舌头拔下来，让你这辈子都开不了口。这小子死定了！一个凡人懂什么意境？想跟我斗诗，可以，但我赢了，你付什么代价？你想要什么代价？本少爷最不缺的就是钱。好，
我要你所有的钱和那张旁听帖。好，本少答应你。你若输了，留下舌头，这小娘子也得归我。吴掌柜，准备笔墨。不用了，你的虎只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狂吠的野狗，毫无气象。今天，在这肃杀的深秋，老师就教教你什么叫真正的杀尽百花。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，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绝唱，这是传世的绝唱啊！老朽有生之年竟能听到此等霸绝天下的帝王之事，死而无憾，死而无憾啊！钱少爷，承让了。按照约定，你身上的钱，还有那张旁听帖，归我了。大人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。拿来吧你！哼，林同学，收账。这位大人，请留步。大人，您这首咏菊不知可否卖与我文心阁，价格随便您开，只要您肯将这首诗的署名权。署名权，想都别想。听好了，这首诗我不卖断，但我可以开放授权使用。谁想在战斗中使用这首诗的意境，必须跟我签订契约，按次收费，每次使用缴纳50块中品灵石的版权费。如果有哪个世家想垄断这首诗，可以拍卖，价高者得独家再成权，每年还要给我分成。大人，您刚才说的独家代理究竟是为何意？怎么没听过知识付费啊？我问你，一首传世绝唱，如果我直接卖给你，你能出多少钱？倾尽文心阁所有底蕴，外加天风城3条街的商铺，大约10万中品灵石。10万？打发叫花子呢？这种绝唱，一旦我卖断给你，你转手就能把它当成你们文心阁的镇阁之宝，世世代代传下去。你们文心阁能靠这首诗招揽多少绝世天才，能换取多少政治资源，那是10万灵石能衡量的吗？所以，一次性买卖，那是傻子才干的事儿。如今我将这首咏菊的意境拆分成100份独家代理权，每人每年缴纳500中品灵石，签订天地契约，可在战斗中借用此诗意境，但威力只有原版的1/10。威力1/10，那有什么用？你懂个屁！这可是绝唱的1/10。刚才钱少爷那首破打油诗，在我的诗面前连个屁都不是。这1/10的意境，足够你们这群半吊子在战斗中横着走了。至于这独家换礼权，起拍价5万灵石，我出6万。是天风城城主沈啸天！天哪，连城主大人都被惊动了。这位先生，鄙人沈啸天，刚才的金菊意象，必中心服口服。这独家代辅权我要了，6万中品灵石现结。城主大人，凡事得讲个先来后到啊！我文心阁出7万。先生，10万中品灵石买您一个独家代理，外加城主府永远的座上宾。成交。林同学，你合同？合同？怎么你？拿支笔来，我说你写。先生，10万中品灵石全在里面了。拿着，咱们的第1桶金有了。至于你，多谢你的门票，硬生生从密集的人群中我们这就发财了。1个时辰前，我们还在计算天风城的物价；1个时辰后，我们直接成了天风城的顶级富豪。这就满足了？这火候过了，还一股子土腥味儿，就这也能卖50块下品灵石？这可是摘星楼的招牌菜，普通学子攒3个月都吃不起1口。10万中品灵石，看着多，但我现在是个凡人，要强化肉身，需要购买的天才地宝绝对是个无底洞。这笔钱只能算启动资金。
清寒，你去城里最大的药铺，给我买最好的脆骨草、龙血藤、万年冰髓，只要是对强化肉身和骨骼有用的，挑最贵的买。可您的肉身气血虽然强悍，但骨骼尚未锤炼，若贸然使用猛药，怕是会承受不住药力爆体而亡。无妨，我自有分寸。来吧，看看修仙界的药域有多猛。我操！不行，要裂开了！给我镇压！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源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还渐进，人而东西南北方。纯粹的肉身力量就是爽。现在，就算站着不动，让那南宫截砍，估计都能把刀崩碎。可有推荐信？旁听帖，我当是哪家公子，原来是个走后门的。听着，旁听帖没有资格走正门传送阵，去那边的偏门，然后去领一把扫帚，少在这里碍眼。走偏门？怎么，你不服气？我乃圣贤书院外院学长宋书，我刚才做了一首登高楼，意境已达3品。你一个凡人旁听生，连给我研墨都不配。哦，登高楼，念来听听，让我这个旁听生见识见识。书院高楼100丈长，手可摘星放毫光。凡人莫要来攀附，只能低头看我狂。如何？你一个凡人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书院的场子。如何？100丈长配放毫光，手可摘星是李白的意境，被你偷来配上这等粗鄙之词。而你管这叫登高？今天我就教教你，什么才叫真正的登高绝顶。戴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鸟。荡胸生增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众山小，众山小。林同学，走着。圣贤书院，我特么来啦！站稳了，林同学，这可是个大问题。只知道死记硬背念诗，不注重锻炼怎么行？明早6点，绕着操场，哦不，绕着书院跑10圈。你一点都不晕吗？物理抗眩晕罢了，气派是挺气派的，但这个牌匾的字体结构不对啊。圣字重心偏左，书字笔画又太浮夸，毫无收敛之气，一看就是个喜欢好大喜功的草包写的。嘘，李老师慎言，那可是书院上一代老院长当代文圣留下的墨宝。文圣怎么了？文圣写错字不让说呀！大胆狂徒，竟敢侮辱老院长墨宝！我当是谁弄坏了天风城的传送阵？原来是你啊，我的好表妹，林清寒。林轩，林同学，熟人啊。李老师，他是我大伯儿子林轩，他为了拿到内院的推荐名额，勾结南宫家，
在茶里下药，强行将我绑上了花轿。哦，家族宅斗，出卖亲戚换保送名额，好俗套的剧本啊！表妹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家族生你养你，让你嫁给南宫大少联姻是你的福气，可你呢？不仅逃婚，还害死了南宫爵。如今南宫家老祖震怒，已经对我林家下达了追杀令。你这个败坏门风的贱人，简直是我林家几百年来最大的耻辱！原来她就是那个逃婚的林家妖女。呸！真是斯文扫地，不知廉耻！林轩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们！还敢顶嘴！执法堂听令，此女劣迹斑斑，侮辱书院在先，败坏道德在后，立刻将她拿下，打碎纹心，交由南宫家发落。寒东风百川，铁锁镇逆臣。林同学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李老师，别人骂你你就受着，还能企图写？他想用流言蜚语毁了你的心境，用道德绑架摧毁你的骄傲。可是，想毁我学生的名声，想打碎他的纹心，你们也配？林清寒，给我抬头看着，一字一句给我大声的喊出来！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这等天，文骨最深魂不怕。要留清白在人间。好一个要留清白在人间！是内院大长老陆长风，天哪，连他都来了！孩子，此等争傲千古的绝唱，竟是出自你口！回大长老，此诗并非学生所作，这是我老师教我的。李老师没有灵力，一个凡人。先生可是隐士高人，老朽愿以副院长之位，请您传道。副院长没兴趣。我说老头，你们书院这安保工作做得不行啊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执法队。还有，别一上来就想着挖墙脚，我的学生可不是你们这破书院能教得起的。走了，林同学。李先生，请留步。老陆啊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刚才那帮小黑子围攻我学生的时候，你们书院连个保安都没出来。现在看我学生牛逼了，就跑出来拉拢。先生误会，老朽刚才在闭关察觉到浩然正气，才破关出的。林丫头，你替老朽劝劝先生，书院藏书阁乃是重地，外人……大长老，我现在是李老师的学生，老师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说得好，林同学，鉴于你刚才那首《石灰吟》朗读的声情并茂，意境饱满，老师现在正式任命你为我的首席课代表。清寒领命，不知这具体有何职责？很简单，第一，负责收学费和战利品；第二，遇到那种废话多不听讲的学生小拐，你负责清场，保护老师的嗓子，懂了吗？清寒明白。站住！藏书阁禁地，吴院长手令，
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凡人，哼！陆长老，您怎么把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和一个邻家叛逆带到这里来了？这位先生他……老陆，退下。你们书院的人就是废话多。林课代表，清场。是，老师。狂妄！区一个刚突破的主人，也敢在我们2位技师面前拔剑，今日就废了你的文心！双方并峙压沧海，千军重担镇妖魔。12品合击，李丫头扛不住的。那就用高洁刺破他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干得不错。清寒受教，多谢老师指点。越珍贵的东西放得越高，这是游戏常识。镇院绝唱，口气不小。先生小心，这是文胜当年留下的不动明王诏，会反弹以一切之中惑住，会瞬间达成修为。物理破阵。林课代表，拿笔来，要红色的朱砂笔。天地有神禽，其名为大鹏。一飞冲云霄，双翅盖天空。利爪撕蛟龙，啼鸣震九重。这他妈写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双翅盖天空，啼鸣震九重，这叫诗？这分明是小学生的看图写画。形容大，就只会用盖天空这种干瘪的词，毫无想象力，毫无文学张力。放肆！何方狂徒，竟敢毁我书院传承万载的无上绝唱，找死！狗屁不通的垃圾，你也敢把它当成镇院之宝？不仅误人子弟，你简直是在侮辱大鹏鸟！庶子狂妄！我这神禽赋乃是初代文圣观摩上古神兽有感而发，意境宏大，你一个凡人懂什么？我懂什么？今天我就教教你，写神禽要怎么写它的大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千古奇文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什么？这等凶兽怎么可能存在？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其翼若推天之云。这才是真正的神禽，这才是真正的文章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先生大才，孔某心服口服。行了，别跪着了，念在你们认错态度还算诚恳的份上，都起来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圣贤书院的教材，我重新编。